你觉得自己是喜欢跟上流行的人吗？像是当身边的人都在聊某一部动画 ，IG 上面大家都在打卡吃某个美食，你是不是会觉得好像不跟上风潮，一起尝试就会逊掉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错失恐惧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不少来台湾居住过一段时间的外国人呢，对台湾人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印象，就是超爱排队。有些人为了买夜市小吃啊，或是这个当红名店的美食，排队排个1-2小时也觉得没有什么。而且好像时不时呢，社会上面会出现某个东西的抢购风潮，像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的卫生纸抢购潮，或是很久以前的葡式蛋挞啊 ，Costco 的厚奶茶脏脏包。那虽然当时呢，明明有很多的媒体都在宣导疫情并不会造成卫生纸原物料缺货，或者是等热潮过后再去吃这些有名美食，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损失。但是不少人还是会觉得自己没有参与到身边的人都在做的事情，会有一种落单了的失落感，很难受。而对于这种难受的感觉呢，其实有个专有名词叫做错失恐惧，英文呢是 fear of missing out。原来没跟到风也会变成一种恐惧吗？错失恐惧到底是什么？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在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对木工创作有兴趣，但总是找不到得心应手的工具吗？手持锯片费时又费力，要使用各式的电动的工具，又很需要技巧跟经验，所以很多的木工创作者都梦想过买一台 CNC 切割机，让自己可以精准又轻松的完成脑中创作。现在这已经不是梦想了。台湾团队 QBO 推出的 QBO X 不只有能够切3公分木板的专业切割力，同时也是拥有 CNC 自动化加工功能的神器，让大家能够用小体积、小预算就打造出自己的居家木工坊。今年初 QBO X 呢，已经在美国的募资平台 Kickstarter 上面完成了3600万的集资。现在他们选择回到台湾，在嘖上面提供全球最低优惠价回馈给大家。有兴趣的大家赶快点击资讯的链接来看看更多的产品资讯吧。现在还有64折超早鸟哦，不止现省2万9，还会送木田工具箱哦。错失恐惧简单来说就是指害怕自己没有参与到大家都在做的事情，甚至变成边缘人哦，跟社会大众断了连接。而这种恐惧呢，其实同时也是促使我们努力跟群体保持连接的动力。像是刚才提到的，看到别人一窝蜂在抢购什么，就想要跟着一起抢，不管自己有没有需要那个东西。或者是呢，跟一群队友常常在电玩里面组队打怪之后，渐渐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一起组队的机会。因为假如错过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自己好像就会变成一个局外人。那要说错失恐惧对现代人影响最明显或最严重的地方，可能还是社交媒体成瘾的现象了。在网络跟社群媒体蓬勃发展之后呢，这样的交流管道可以满足我们随时打发时间，知道别人在干嘛，看看有什么新鲜事之类的需求。但是使用到后来哦，更多的情况是，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特别想要知道谁的近况，就只是习惯性的要去滑一下，而这个过程呢，也没有真的获得什么快乐的满足感。那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跟风买东西、打游戏或是看社群，这看起来应该都还好啊。错失恐惧这件事情真的有这么可怕吗？错失恐惧到底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其实还是要依程度而定。那如果程度没有很极端哦，错失恐惧可能只是会让一个人多花点时间、花点钱，确实呢不会带来什么样子负面的影响。但是有研究显示，对于青少年、青少女这些更加在意同侪认同的人，他们的错失恐惧经常会严重的影响生活，甚至是自己的心理状态。例如，因为害怕被排挤，所以滑社群这件事情呢，可能从休闲变成必要，不然没有跟上同学的话题，可能就会被耻笑。然后一旦使用呢，为了获得关注，可能就会花一堆时间自拍、发文、看留言，搞到心情焦虑啊、失眠，影响学业的健康，或者是跟家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最糟糕的是，虽然社群一方面呢可以满足部分我想知道别人在干嘛的欲望，但同时看着朋友抛出他们多彩多姿生活，而自己不一定有参与到，其实反而会让有些人更觉得孤独。但是吊诡的是，越感到孤独呢，往往就会让人更加重度的使用社群媒体，然后变成恶性循环。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有点难解齁。那在讨论怎么处理之前，或许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下，自己真正害怕错失、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错失恐惧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内心害怕失去掌控感。比如说呢，你很怕现在错过这个东西，以后想要拥有的时候就没得选择，因此就算现在没有那么需要，也还是呢要跟着大家去抢一下。又或者是我们害怕跟别人失去联系，害怕被排挤，那这个部分呢，就是马斯洛需求理论当中的社会需求，以及内心对于归属感的渴望。因为人类有的群居与社会性的天性哦，所以有没有办法融入团体、建立连结，对我们来说几乎是跟生存同等重要的事情。这某部分
分也说明了为什么抖音上面会一直不断的出现各种危险挑战，像是大量的使用危险的药物、冲出马路、以肉身挡车，这些明明一听就知道超危险，却还是能够造成大量的模仿风潮。通常就只是因为大家都在做，而跟上流行去做这些挑战呢，感觉就会变成一件很酷的事情，好像有机会被看到，而一旦有人仿效了，又会加深自己心里面我被认同的感觉。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大家干嘛就去干嘛，不过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受错失恐惧的影响程度，通常呢会比别人更大。会受到错失恐惧影响比较大的，通常是对于自己比较不确定的人，像是刚刚提到的青少年族群，因为自我认识跟自我价值观还比较不稳定，常常会需要透过同侪的看法来达到自我认同。但是换个角度想只要随着年龄增长，比较确定自己是怎样的人，也对自己比较有自信之后呢，通常就不会一直去担心自己是不是被孤立了。另外，过去生活比较困苦或者是比较没有自信的人，对于失去这件事情通常也会更加的敏感，因为他知道没有选择权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一旦好像有可以避免的机会，就会努力去做。比如小时候常常饿肚子的人，看到新闻说鸡蛋不好买，他可能就会去排队囤货，一次买一大堆，就算自己吃不完也还是要买，因为没有选择权这件事情真的让他感到不安。好的，那接下来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就是有这些特质的人，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减轻自己心里面的错失恐惧呢？有些专家会建议如果想让自己不要一直陷在错失恐惧里面，那就是要想办法减少使用社群媒体。毕竟社群媒体上面用上瘾呢，只会让人越来越焦虑。但是要让社群的重度使用者完全戒掉社群使用，就像是戒掉喜欢吃的食物一样，真的非常难做到。所以另外呢，也有心理方面的专家提出使用或不使用社群，其实只是形式上面的动作而已。这边重点应该还是我们自己思考事情的方式跟角度究竟是怎样。比如说，我们平常都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还是别人身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体验是开心的吗？当我们一直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呢，难免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心态，觉得别人的生活好像很多彩多姿，而自己相对之下就不够好，很怕自己要再错过什么，就会变成更糟糕的人。所以有专家就建议为了避免陷入这样子的恶性循环，不妨可以试试看感恩练习。这个感恩练习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把专注力拉回到自己身上，并且建立一定程度的自信或者知足感，避免外在的资讯或是变化冲击我们自己的感受或状态。实际上面操作呢，首先你可以去想一件你认为生活当中理所当然存在的事物，可能是现在住的家、你的父母或是你周遭的朋友。接着再想象，如果这些理所当然存在的人事物现在突然消失了，你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呢？可能是会突然变得居无定所，回到家呢不再有家人一起吃饭啊，平常一起玩耍朋友全部都变成陌生人。那虽然只是假设性的问题但是借由这样的想象失去的过程，我们可能就可以慢慢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那么惨。而当我们意识到就算我们什么都没有特别去做，但这个生活的状态其实也还很不错的时候，或许就比较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去跟风，要去跟别人比较，或是我一定要去拥有什么东西。说到这里可能有不少人会觉得错失恐惧是一件很负面甚至是病态的事情，应该要尽可能的降低或消除它。但就像一开始提到的，会害怕被排除在外，其实是我们生而为人很普遍、很正常，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必要的天性。像我们在排队吃美食的时候，理智上面一定知道花这么多的时间排队很辛苦，但我们真的排到跟朋友一起分享美食的时候，那个满足感也会让我们觉得很快乐，并间接的强化我们之间的感情关系。换个角度来看也正是因为人类有这样子的焦虑，才促使我们积极的建立社交连结，并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自己的归属。另外，我们团队在讨论的时候呢，有人会担心那个感恩练习是不是有点正能量过头？要是我们都对现况过度满意，或是只顾着在乎自己，那这样真的不会有问题吗？那后来我们觉得关键或许还是要先厘清自己的状态，再接着判断适合自己的下一步。比如说，如果错失恐惧的问题并没有给我们或身边的人造成严重的困扰，那就不一定要特别的处理。相对来说，如果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些社群成瘾啊，生活重心严重偏斜，或是越来越不容易满足的时候，或许就可以研究看看自己是不是陷入了错失恐惧的状态。
当然，这边还是要强调，今天这边呢只是我们很粗浅分享而已。如果你不太确定自己的状况，建议可以多找朋友分享聊聊。如果已经感受到很严重的恐惧啊、焦虑或是忧郁，也记得一定要寻求心理咨商的专业协助哦。那今天想要来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是容易受到错失恐惧影响的人吗？是哦，我会一直想知道身边的人在干嘛，怕他们有什么好康的没让我知道。比一点点哦，我不会时时刻刻的想要关注别人，但还是会在乎朋友做什么，把我排除在外。所以不会，我向来是个独行侠，觉得不用跟随他人最自在。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错失恐惧。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社群媒体排毒以及焦虑到爆炸怎么办。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